好，欢迎回来。我们讲国际间的话题，经典场面又来了，他又出现了。泽伦斯基这次去到白宫，哎呦，有记取上一次到底人家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猜旁边他一定有做 memo， 因为这次去气氛之好，带您来看。Thank you so much, Mr. President. Thank you for invitatio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efforts, personal efforts to stop killings and stop this war. Many thanks to your wif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invitation. 好，即便你不太会说英文，或者是你听力不太好，你应该都听到那个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因为5分钟里面他说了11次，川普这一次满意了。好，毕竟上一次嘛。那个范斯就直接讲说你不知感恩，整场会面你说过一句谢谢，你说过一个 thank you 吗？啊，这次5分钟给你11个 thank you， 所以气氛非常融洽。这一次呢，泽伦斯基还穿了西装去，因为上一次人家说你怎么穿这样来？你为什么来见我都不穿个西装呢？这次不但有穿西装，设计师还讲说呢，是他求战争胜利，所以来帮他设计这一套西装，让他看起来庄重体面啦。我没有要鞠躬，但是呢，我们希望川普能够满意。来，反正都满意了嘛，所以现在正式要来做了。来看看美俄乌能不能见面？现在说有个地点可能是在布达佩斯这边来做见面。那乌克兰这里的核心基本上也是他们目前最高的民调需求，就是立即停火，不要再打了。可是普京跟川普他们要的是一个和平协议，所以现在最大的分歧点是哪一个先做？如果说你直接定协议的话，那可能谈起来要很久。但如果直接止战的话，那这俄罗斯他愿意吗？好，毕竟普京他现在呢也觉得战场上我占上风，我为什么要屈就你？我想要你来莫斯科这边谈。那马克宏呢，当然就力推日内网因为欧洲也想要有一些角色啦。只是到目前为止，这个局面上已经到这里了。到底为什么川普这一次这么用力？他讲了一句真的是会让所有的信徒讲说，你看吧，他还是我们的好朋友。他说我想努力上天堂，可能的话我想努力上天堂，我做的还不够好，但是呢，如果我能上天堂的话，这也能够算一个理由吧。如果我能够成功的斡旋俄乌战的话，同时呢，他也讲什么？他说他看普京呢，其实是一种温暖的感觉。他特别提到，普京走下飞机的时候呢，他下飞机，我们之间有一种温暖难以言喻。It's a bad thing, it's not a bad thing, it's a good thing。好，那现在呢，川普他特别提到，其实对他来讲，他的这个分内的工作做完了，他希望他们单独会面比较好啦。我观察一下他们的互动，比起我直接参与，他们两个先互动，那互动完之后我再看我怎么样来帮助，他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好，可是人家有没有要跟你互动嘛？就能不能成局嘛？你来看看俄罗斯的人讲话呢，就很有意味深长了。这个是克里姆林宫的幕僚，他特别提到说，研讨有多大可能这个呢，或许位阶啦、代表啦、合宜啦。那所以有人就在讲这句话是不是说，其实呢，俄方距离这2个人准备好见面还很遥远，也可能永远不会做好准备，因为他们现在一切都还要在研讨当中嘛。那我们刚特别提到了说，欧洲人也想要在这一局里面，毕竟是欧洲事务，也想要参与咖。来，现在呢，川普其实呢，跟泽伦斯基之间，他们在椭圆形办公室会面的时候呢，他又把他太太的亲笔信交给了川普，特别提醒这个是要给你的妻子的。他说我之所以这么做呢，是因为梅兰妮亚曾经致信普京，关切我们的儿童。那欧洲领导人呢，川普其实跟普京热线40分钟，那没有当着他们的面打电话。那为什么是这样？他说因为这样对普京不尊重。所以到底啦，大家就在问嘛，围绕着川普的办公室这样子一圈来接见高官，到底是常用的安排又或者其实呢是欧洲现在看起来就是还是在等川普发落这么一件事情？大家其实会想看世界上面局势力量的变化。2个人有讲悄悄话，讲的是什么？纽约邮报告诉大家，川普跟泽伦斯基还有多个领导人举行多方会晤的时候呢，说有捕捉到川普表示普京
想为他达成协议，这很疯狂。这个是他自己跟马克宏讲的，真实性是怎么样还不知道。但是呢，目前其实德国这边呢有不同的意见，而德国呢在讲说，其实你不能这样子啊，不能那样子啊，你跟普京达成协议，这样会不会影响到原本这问题等等的时候，你来看看这一位是谁？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他直接翻了个白眼，然后呢，大家就开始来讲，其实呢你是算蛮挺川普的哈，但是问题是呢，川普提到他的时候讲说，哎呀，意大利的总理通常做不久啦，你也算做很久的。这个时候呢，他又再翻了一次白眼。其实呢，他先前也很常翻白眼哦，所以他现在在网络上面有很多有关于他翻白眼的这个梗图又或者是相关的图片、迷因图。但是你会看得出来，两个白眼。脸上的表情有蛮大的变化，有笑容不笑容不差啦哈。请教一下介大使，您怎么样来看这一次泽连斯基又去了，汲取上一次的教训，上次缺什么，这次加码还给你。上一次他在白宫啊跟川普对着干啊，不是教训啊，他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川普事后回去以后，他那个川普就把他的空防的这些情报。跟他导航的情报就给他停了，他就变成眼睛就瞎了。他跟俄罗斯打在当中，他这些情报都没有了，他的眼睛就瞎了。然后后来川普金援也给你断，武器也给你断，虽然后来又恢复了一点，可基本上让怎么讲，让泽伦斯基让乌克兰这个军队啊受了极大的伤害，付出极高的代价。你以为他现在穿那么漂亮？然后言必称谢，讲了11次，他不是说他态度改变，而是他付出极大代价，这就是川普厉害之处。我们现在看到都是怎么样？表面上大家怎么样？行礼如仪。川普把泽伦斯基叫在黑暗的房间里面，谈了什么？你知道吗？那一定是跟他讲得很清楚嘛。你如果不听我的话，那你的代价是什么？我会要你付出代价。对，所以在他们后来记者会的时候，人家记者就问说，川普说，如果泽伦斯基不帮你的话，你不听你的话，这次泽伦斯基不听你的话，你会不会撤销你对他的支持？川普那次讲得很清楚，他也没有说，他说我们是会支持啊，我们还是会支持啊，我们不是一直都支持他吗？不过我提醒你哦，现在我们提供给乌克兰所有的武器。都是乌克兰花钱跟我们美国买的哦。我们现在的方法是我把武器交给北约，北约不晓得什么方法再交给泽伦斯基，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是赠送援助的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不叫支持，这叫做生意。你跟我来买武器，你要打你爱打，你跟我买武器，我觉得有钱赚我就赚。所以这个是你说是支持还是不支持？对，所以呢，另外在关起门来的时候，我觉得泽伦斯基如果把川普的话当耳边风的话，他会跟上次一样，也要付出代价。可是付什么代价？泽伦斯基自己清楚。那你看看这些欧洲人，过去多这个冠冕堂皇啊，支持泽伦斯基。这次开会有人支持乌克兰吗？没有啦，他们只说乌克兰的土地要交换，只能乌克兰人决定，一定要乌克兰同意，然后第二个呢，马克宏说，你川普先生，我提醒你一点你说这个要对这个乌克兰提出安全保障，这不应该只给乌克兰，我们全欧洲都应该有安全保障，所以去争取自己利益去了，国际政治就这么现实。泽伦斯基已经被摆在这个炉子上烤了，你说他会不会跟普丁见面？现在的消息是，普丁不要跟他见面。普丁说，普丁的意思就是说，拜登啊，我叫你办这件事，你还没有办得不牢靠嘛，对不对？国土交换、土地交换，你没讲清楚啊！我要跟他讲，普丁要跟泽伦斯基见面是就已经是要决定了，然后两边来画押一下就好了。还有什么好讨论的？那这几天俄罗斯对乌克兰打得下手更重了。那川普也已经讲了，没有停火这件事，我不玩停火，我只要和平协议。也就是说，
你不答应和平协议的话，泽伦斯基你被打活该。他不停火是因为你不同意签和平协议。感觉就是川普他的讲法就是，我跟这样鸟哈，接下来就是你们2个自己要处理哦。但是呢，他说他这样子就已经可以想要上天堂了啦。来请教一下申博老师。这个我从台湾的角度，从这几天看了这一些一幕又一幕的电视节目信息啊，网络的信息，感慨万千。决定川普决定乌克兰的命运，而乌克兰是不能参加的。然后呢，所有的7个小矮人陪了1个人进白宫，又怎么样？进去以前，他先把泽伦斯基叫去谈。我们在社会上讲小为熟人都知道，这7个是要来站下的，所以呢，先把当事人叫到旁边讲，你等下出去看差不多了呀。你要快一点，因为假如你也激动，那这7个人胆子就大了嘛。假如你都点点，当事人点点，那7个人当然也就跟着点点嘛。所以先把你叫进来，弄好了，然后出去。7个人果然是，你看行礼如仪点点，这7个简直是去当陪衬的。那我们就来想台湾假如像乌克兰一样自作内不可活，被拱火到了现在，俄罗斯拿到了土地。美国人拿到的这个资源，川普拿到了民生，欧洲人拿到了企业的外移，然后高价的能源跟一堆的负债，更可怜的是乌克兰拿到的是一堆的灾难。台湾不小心是不是也会这样呢？可是不要忘哦，再怎么样子，那个泽伦斯基啊，还有7个小矮人陪他上白宫哦。有一天台湾有7个小矮人吗？连7只蚂蚁你找不到。我们的命运比乌克兰还惨呐！我们比乌克兰还惨，所以看了这一幕，我不是想评乌克兰，我是想到台湾，我们可以这样继续走下去，走一条错误的路线，然后被美国人这样甩到最前面去，有一天命运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今日乌克兰，明日的台湾。乌克兰已经被出卖中，台湾呢，起码那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啊，那种肉点叫我们看到电玩中毒啊。想想，难道我们不够警惕？他还有7个小矮人，我们呢7只蚂蚁都找不到。请教一下小舰长。如果我们来看这一次，泽伦斯基进到白宫里面啊，他跟上一次最大的不同，也就是听从了人家的劝告。其实上一次他进白宫的时候，美国的参众议员就告诉他，你要进白宫要去会见这个川普，你千万不要穿你那个军绿色的衣服，你穿好你的正装，也就是西装进去。泽伦斯基不信，为什么？因为他这么多年来，他纵横所有的高峰会，他都那样穿，他觉得 OK。那其实上一次我们看到的不信邪，结果就是在白宫大吵一架，然后就是刚刚大使讲的，他受到很重的伤害，所以这一次学乖了，开始穿西装。那他唯一缺的就是打领带而已。那但是呢，我们现在来讲，到底乌克兰的未来是如何啊？那为什么普丁他不愿意跟他谈？因为如果说我们按照德国之声以及过去历史的看法，也就是其实那个克里米亚半岛是在1954年的时候，才由当时的领导人赫鲁雪夫那将这一个我们看到这克里米亚半岛的部分呢，交给这个那个乌克兰呢，然后但是呢，其实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是梅德韦杰夫他的说法啊，也就是未来要谈可以啊，那也就是以第聂伯河以东，对不起，那个都是俄罗斯的这一个缓冲区，不然的话那就继续打下去。那但是现在到底打成怎样？现在如果我们来看，也就是整个顿巴斯地区以及那个扎波罗热、赫尔松，那其实一大片的土地，超过20%，通通都已经
俄罗斯都已经占领了，甚至我们讲顿巴斯地区已经进行公投，他们已经加入俄罗斯了。那所以我们来看，从历史上来看，以及从普丁他的一个主观想法来看，其实他都认为你泽伦斯基不过就是一个加盟共和国的一个领导人而已，你根本不配跟我谈。而且之前他们是怎么样侮辱这个普丁的，又说普丁得了癌症啊，那又说他怎么样啊，他说手发抖啊，干嘛的？所以现在当时做一连串的错误，导致的今天覆水难收。好，其实呢，在俄乌战场上面，大家说了，战场你有多少的权利，你拿到多少的筹码，在谈判桌上都有多少话语权。那目前看起来呢，乌克兰想谈，但俄罗斯这一边呢，欧洲的这一些弟兄们能够帮他争取到什么？川普真的有想要帮忙瞧吗？等等回来我们继续来说。好，带你来看到的是呢，这个画面看了真的会触目惊心。好，原因是因为波音飞机又出事了。来，这回呢是希腊这边起飞，那起飞之后呢，就没多久呢，竟然发动机着火了，而且呢还传出巨响。这个网友就直接拍下，你看这个是橘色火光，这看了真的是会害怕。地面民众他们所听到的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本来是要一路从希腊飞到德国去的，但飞不了那么远了啦，所以希腊起飞之后呢，最后就直接在这个意大利这边进行迫降，还好的是飞机上头281人惊魂40分钟，那最后有捡回一命。那这一次呢，大家就在看到，想问的就是美国现在是不是真的多事之秋，特别是波音公司。另一个部分呢，则是在美国的基建，现在有华人学者他们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的基建怎么了啊？原因是因为呢，他是怎么样来做这个彼此之间的对比？他说，美国确实他们一切呢，就是征收关税啊，设计都有很多严苛的机制。好，可是中方他们所关注的是什么？是工程上面如何创造更好的未来。对比的是2008年那个时候，美国加州想要盖一条 San Francisco 到 LA 的高铁，到目前为止这个高铁也还没看到影子哈。好，可是呢，同年这个中国呢，他们那个时候要盖的高铁呢是北京到上海的高铁，结果后来3年后中方通车了，可问题是美国的这一个高铁现在呢再次延后到2030年，造价已经飙到了1000亿美元。所以呢，大家就在问美国的商务部，现在要做这么一件事情，对于他们做这些基建会有帮助吗？毕竟呢，川普要讲让美国再次伟大，要把所有的制造业通通拉回来，他也很羡慕人家可以做基建，可是他现在呢要扩大钢铝关税的范围，要对407项的相关产品通通加征50%的税率，这个关税战再打下去合理吗？另一件事情是半导体战也没停歇嘛，可是那买谁在做行李呀，对不对？黄仁勋已经很直接的讲啦，就我也是赚了钱会缴税给你哈。现在路透社的讲法是，辉达他们要研发一个新的特供版，这个特供版呢会超越原本的 H20，知情人士说呢会定调叫做 B30A。但是这个特供版到底最后美国会怎么讲，现在大家还不知道。对于这一场的关税战，中美之间还是在半停战的状态，但是呢，美印之间其实先前打到火热，现在还不知道如何收尾，因为印度已经要先去中国了。目前呢，我们看到王毅他去了印度，跟莫迪见面，说期待你来中方这边出席峰会。那他说呢，他也很期待，而且期待跟习近平见面。这一次呢，他要去参加上合组织会议，其实是很难得的，因为过往好几年两边王不见王。那这次为什么要去？他们要讨论边境问题。中方的其实说好，你要谈，我们大家来谈，已经有10点共识了，甚至呢还有涉华界专家小组也会前往，而且呢，印度媒体的讲法是双方你来我往，看到和解曙光，说中国已经解除了对稀土还有磁铁的出口限制，而且呢，外交部的发言人大陆外交部发言人呢，他们是没有证实这件事情，但是呢，说不了解媒体
报道的具体情况，看起来啦，中印之间缓和了，所以现在《纽约时报》的讲法就叫做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句话我们很常听到，但是呢，在中美印之间完全的验证了这样的逻辑。大陆外交部也特别提到了，说王毅呢访印之后转往巴基斯坦，是因为跟双方呢都有发展友好合作。其实看得出来哈，原因是因为中方跟巴基斯坦是巴铁嘛，那去了印度之后，印度跟巴基斯坦不是才刚打完一仗吗？那一仗呢，这还是川普现在还在说嘴，说是他去调停的嘛，哈，也让印度气得半死嘛。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要看看到底最后会是什么样落幕。93，现在呢也有很多的细节这个莫迪有没有可能会去93坐到那边？那大家要看之外，还有就是里面有很多新的东西，新型的坦克。最特别的是什么？最特别这个新坦克它驾驶员是配备 AR 眼镜。等一下就要请这个小舰长帮我们讲一讲，这个真的很厉害吗？因为配 AR 眼镜，这以前没看过嘛，对不对？另一个呢是海上呢会有很多的可载人的无人小艇，现在说呢也出现在北京街头。那这个东西呢，到底最后在作战的时候，它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作用？再来空呢说已经出现了中程僚机，而且是无人机。好，这个呢是在他们阅兵彩排当中就有看到有很多是无人机，那未来有可能是在作战需求的时候会。这个是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评论的，说会改写未来的空战规则，变成说呢，它一台机后面所带来的这些新型僚机跟着走的时候，那后面的会去 cover 它，而且那是无人机，等于它有生战力有限，但是它的整个作战力却是提升，那跟以前的作战思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就想要请教一下介大使，好，您怎么样来看？这个是波音呢，现在又出事了。波音的出事率实在比这个 Airbus 空中巴士高太多了。而且它这个很多出事后来调查都不清不楚。它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说，波音这个公司蛮恐怖的，你知道？就是说它内部有所谓的吹哨者，对，就是说它内部有一些在它的生产线上的工人出来说，这个波音很恐怖这个波音内部的整个作业有出问题说那个翅膀放不拢的时候叫工人跑到那个翅膀上去跳，把它这样压下去，好可怕。然后说这种事情你难以相信的，然后它内部腐败，然后怎么这些瑕疵品怎么样进入到飞机上，就有人出来爆料，你猜结果是什么？就爆料的人死掉2个，不明不白死掉，所以。这个公司很恐怖然后呢，蔡英文的时候，就因为有美国外宾，就是那个 Lindsey Graham， 我记得清清楚楚，在蔡英文接见的时候，我是从北卡来的，波音很多在我北卡做，所以你要买我们北卡飞机。蔡英文结果呢，叫他的翻译这个把它翻出来，结果呢，可是蔡英文偷偷就买了20几架，那这个就是蔡英文送给台湾人民的礼物那我们要享受他买的这个波音飞机。那接下来呢，美国逼这个越南要买100架波音飞机。那请问一下，赖清德是不是也要听从美国老大哥的意见，要送给台湾很多波音飞机呢？所以呢，我觉得要有良心、真正爱台湾的政客的话，你就不要为了要争取美国人的怎么样支持你搞台独去买美国的波音飞机，我真的拜托你们不要再让我们的公司去买那么多波音飞机了。那另外一方面，美国的这个高速铁路我们修不起来，事实上并不是美国没有技术没有钱，美国又有技术又有钱，说穿了，技术没有可以去买，它出在什么地方？它出在非经济因素、非技术因素，出在什么？它的政治经济体制有问题。政治经济是什么？这个你要对美国政治经济的现状批判最清楚的就是那个Francis Fukuyama 福山，他说美国政治经济被利益团体跟政治派系所怎么样所垄断。那利益团体，譬如说啦，今天美国这个洛杉矶到旧金山有所谓的红眼班机，99块一张票，甚至更便宜的。你修了高速铁路，请问一下航空公司还有没有钱赚？
所以航空公司就在透过政治游说，在破坏你这个高速铁路啊，是到处破坏。你如果都走高速铁路，美国的汽车卖给谁？所以美国的汽车公司也在破坏，都在华府游说，所以美国这个政治体制就做不起来。我们台湾现在是不是这样呢？对不对？我们的现在这个执政党已经跟这些什么风电集团、光电集团已经结合了，你再反对他，他也要给你盖。我们现在就是什么利益团体跟政治团体结合在一起，跟美国修不起来，高速铁路是一模一样。是，来请教一下小警长，你怎么样来看哈？原因是因为呢，我们现在其实看到了，当然啦，美中之间呢，很多人想要比的是军力、陆海空这一次的看点，你怎么看？我们如果从这个中型步兵战车开始讲的话啊，那也就是说，其实俄乌战争呢，由于第一视角无人机的使用啊，其实大大的改变战车以往在战场上所向无敌的这一个态势啊。那现在呢，因为很多科技的改变，那我们就来看这个中型步兵战车啊。那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第一个啊，我们讲的是它使用混合动力。一听到混合动力，难道它使用电吗？对。那它为什么一部分要使用电？也就是当它进入热战区的时候，它开始使用电力推进。使用电力推进的时候，你打开热显像仪，其实你再加上它良好的伪装的话，你不一定能够看到它。那这也就是一种掩蔽、隐蔽的方式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这次所可以看到的，它的一个AR 的这一个扩增实境的眼镜啊，在这边。那之前呢，我们云豹的甲车在出现在台湾的道路上，经常会发生车祸啊。那就有的老百姓就说，那是不是应该要装倒车雷达啊，或者是那个全车环景啊？那有很多军迷就说，你这个傻军车干嘛装这个？解放军装了，也就是他用那个我们讲扩增实境的眼镜啊，那它这个眼镜上里面呢，它可以提供现在战车所有的状况，也就是包含导航它都在上面，所以它不用再低头，不用再低头看看它各种操作的装备。另外呢，它这旁边还有个小电视啊，意思是什么？意思也就是之前大家讲到的一个战车是不是应该有环景的这一个设计呢？解放军做到了。那这个也就是说，未来的战场，非常不一样啊。那我们刚刚讲到有关于这个 AR 那个扩增实境的部分呢，其实美军有没有相对应的产品？美军也有，可是美军没有这样运用。这也就是啊，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其实这是标准的军民融合，也就是如何将现在民用的科技来转用于军事，那也就是将这个 AR 实境转用过来，然后让军队它能够拥有最新一代的一个装备。而且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一次的这个俄乌战争啊，有一个很重要，就大家使用第一视角无人机。可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中型步兵战车，其实在之前的影片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它上面有反制的装置。来请教一下申博老师。这样子，中美竞争的输赢大概很简单，是决定在庙堂。庙堂决定的输赢。就举个例子，任何一个建设计划要进行，大陆是进行的是专家论证，那在西方的国家里面进行的是什么？是利益争夺，是这样的。所以一个专家论证呢，是可不可行，能不能做？利益争夺说啊，走的对谁有利，是不是会伤害到我的利益？我的利益有没有补偿？这个当中里面时间当然就差了很多。所以对中国的治理体制啊，现在大家比较来面对的问题说，像台湾或是西方的某些人，就完全的否定中国大陆那一套的治理体制。可是现在西方也慢慢很多人回想回来，应该要重新认识一下他的治理体制是什么。所以奥巴马才会讲，让我当一天的中国领袖啊？为什么？因为他只要经过专家论证，但论证时间有时候蛮长哦。你说像那个三峡，就论证了将近20几年了。到最近像这个什么这个平潭要开的那个机场，也是论证了将近10几年。这个论证里讨论的过程，当他决定以后，全国一盘棋，动用所有的力量来一起的集中的干大事啊，所以他能够
成功。我们为什么他这几年他在基础建设啊，在什么能够出来，而且速度啊超出你的想象。这个在防疫期间的雷神山、火神山呢、7天到10天，2个完完整整的防疫病房可以盖起来。我们连图都还没画好，他已经做好了。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跟他讲，说你可以跟哪一个国家打仗，千万不要跟中国打仗。为什么？因为这种候补能力，这种后面没有人可以比得上。来，大家晚安好，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先来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介绍是前立委李顺峰，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前驻纽西兰大使谢文吉燕莹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前海军舰长吕律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大家先带你来看到是现在看到那个莱尔校长到底是谁呢？大家心里面各有各的想象哈。好，可是问题是呢，这支影片确实让民进党有点吓到了。国民党他现在来公布一些数字给你看，说他们的 YouTube 的数据达到了45.6万的观看数。1分钟的片长，因为他们那时候讲说太长人家可能不看，1分钟的片长，平均观看时数达到54秒，表示大家都把它看完了。大家就开始在问啦，这一次民进党为什么会连国民党的车尾灯都看不到？好。其实有些时候是什么？是民众他在看你的宣传、你的图卡的时候，民众会去反思你讲的到底对不对。来，民进党现在呢发了一张图卡反核，它里面呢有4个要点，这里面4个要点，第1个要点就告诉大家什么？告诉大家说，其实日本呢他们是也反核的，也不支持核能的。结果，哎呦！翻车大现场，来，这位日本能源记者叫做海老弘亮出来告诉民进党，他直接在那一封的那个宣传图卡下面留言，他怎么讲的？他说呢，向台湾民众扭曲日本核能态势，并将其用于内政目的是错误的。他特别强调了，说呢，2025日本内阁会议决定能源基本计划当中，因应了脱碳电力需求，要最大限度的活用核能。这么重要的事实，你应该要告诉大家，不要给日台友好造成不良影响。所以呢，下面大家开始讲到，翻车大现场哦。民进党怎么回应？民进党说，多家日媒报道确实有因地震拉长了审查期程，但是呢，我们在这个议题上都有高度的关注跟辨认反正呢，这一些都是基于公开可查证的资料来源。他没有去回敬他反而讲得非常的含蓄，所以大家就要讲，台日之间真的这么友好吗？友好到现在的状态是这样。台湾有事说日本要准备撤侨了，这读卖新闻告诉大家的。他怎么讲？他说呢，这里面有一个备忘录，叫做《有关出入境管理事项之资源共享合作备忘录》，里面就是他们跟我们的法人日台交流协会来做对口。去年12月的时候呢，达成协议，可是内容具体是不公开的。那里面如果说呢，不管是防共谍，又或者是真的台湾有事的时候，他们要怎么撤侨，我们要知道细节吧。我们跟人家签了备忘录，我们不用知道吗？可是外交部告诉我们，没有啊，我们没有跟他们签，也没有单方面的对外提供相关资讯。那立法院呢？立法院知道吗？立法院呢，现在他们的讲法就是，都不用跟大家讲的话呢，那是不是算是一种黑箱？另一件事情则是，美国现在也传出了说，如果说呢，他要补助台积电的话，是要用入股的方式。那这件事情大家知道了吗？结果现在呢，网络上也告诉我们了，说，没有这件事情哈。台积电的回应是不回答假设性议题。那这一次呢，郭志辉有掌握讯息啦，不会像上次说这个资料来源是哪里，他有掌握。他说这个我们刚收到，要研议一下，刚刚才发生，但是应该不会那么快发生。但问题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备案？其实呢，现在对于不管是日本或者是美国，过往我们认为关系比较好的，现在好像都有出现一些变化。大家就要问，两岸之间呢？两岸之间现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因为现在就感觉交流停滞嘛。馆长最新去交流，但是呢，他说什么？他说未来是计划啦，希望去大陆的北方地区，而且呢，有一天他希望可以看到两岸携手合作的情境，共创世界第一。希望对岸的人也能够更认识台湾。但是他也特别提到，他说
说不想赚钱骗人的啦，他就是很喜欢赚钱嘛，因为他小时候家境的问题，所以他其实很喜欢赚钱。但他现在也告诉大家，他这次去大陆，即便你看到 B 站啊，什么点阅率啊破1000万怎么样的，那个都不是他所的自己官方的影片，都是人家载了之后放上去的。所以他说满坑满谷都是我，但是我1毛都没赚到啊？为什么？他讲，因为他说。台什么的嘛，他们就讲啊，说我是特殊分子，所以说不难过，不想赚，那假的啦。但是我现在根本也没办法，所以他打算要回来台湾了。可是呢，这一次就被民进党笑啦，说你看吧，你就想这样赚那个人民币，出卖了灵魂，你看看无法苟同。可是大家也要问啊，如果讲这话的委员许智杰，那你有没有想到当时你们在办活动时候用到的这个枪支，还是解放军的枪支？那个时候他说误用嘛，那我们也要问啊。其实台湾有很多的政府等等相关的事品还是大陆制的，那这一些呢，你要怎么样去做这个当中的区分？两岸其实商业往来，基本上两边的交往是非常多的，也包括了先前讲过的嘛，郑丽君的老公有去大陆开公司，郭玉群委员老公在大陆的公司担任董事兼经理人啊，郑运鹏前委员也有去开公司啊，那个时候签的大家也都看到啦，胜过曹清泉不是那个时候还在大陆里面来卖文物吗？好，这一些内容，所以大家想问的是，现在馆长踢到红板了。可是踢到铁板了啊！可问题是，两岸之间，那为什么郑运鹏他可以去那边来设公司？那沈伯洋他爸为什么还可以在那边做经销呢？是不是这里面有一些的怎么样的眉眉角角？两岸之间其实有些事情，大家想问的是，到底有没有更多的细节，有没有更多的内幕？所以想要请教一下顺峰老师，您怎么样来看赖清德的莱尔校长现在被说是民进党第一次看不到国民党的车尾灯？不是民进党有多行，不是国民党有多行，是民进党有多烂，而且烂到人家要来做这些的时候，只要稍微用一点技巧，就可以做出好的内容，所以是民进党的烂啊，不是人家的行。我想先有一个情况，假如他做的都不错，莱尔校长会有这个故事吗？什么你也斗不起来嘛，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想我们先了解一个事。就是说，民进党这一次真的踢到铁板，扭曲了日本的资讯，也扭曲了日本的政策。日本的政策现在很清楚，就是为了核能减碳，所以他们现在如何善用核能的最大化是他们的政策。那既然在这样的时候，拿日本来做说，我们不要核能，这个显然是扭曲了日本的政策，还扭曲了给台湾人的资讯。当然被日本打脸了，这个很糟糕你扭曲别人的政策来骗我们的人民，这个多可恶的事情呢！反正干的这种事就干了，不然你是要怎样，是吧？那么再来看看，请各位特别注意说不定等一下我们这个接大使会有更好的补充。我现在这一个台日这一个备忘录大家不要等闲视之。假如我们现在拿到了有限的资讯可以了解的话，以下是这样子：日本为什么定这个事？有一天台海发生事情的时候，那他跟台湾之间要定一个入境的前提，就是因为这个会有什么？会有大量的撤侨。那撤侨里面呢，避免撤侨里面会有间谍混入进去，这是一般的讲法，这是不同的。第一个，他要撤的是日侨，不是台湾人。那日侨到底在台湾有多少？日本的政府有起码的基本资料。第二个，日侨本来要回国，有没有？它本来就是很顺利的，为什么会有所谓的间谍混入于其间呢？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要是有的话，一定是谁？一定会日本人在这个当中。这为了哪些台湾人将来在台湾有事的时候，他们可以借着日本这一个撤侨的机会，然后混着走。那这个时候就日本政府讲起来，那这比较特别，所以我必须要严格管控里面会不会有其他的人，否则的话有必要吗？因为他撤的是日本人嘛，进的是哪里？进的是日本的国境嘛，那不是合情合理吗？要不要有间谍不间谍？日本政府去找，所以这里面的猫腻请各位特别要注意他就是为什么不敢公开？这里面是借着撤侨之便，
是要夹带哪些人，而这个夹带的人，在日本的角度来看，我同意让你夹带，但是我必须防范有一些事情。好，假如中日的台日之间有这样的可能的情况，我请问，跟美国之间有没有？美国的撤侨有没有夹带？哪些人是会被夹带的？那夹带的美国这样做，因为这个夹带就临时没办法签证嘛，没办法干什么嘛，临时让你要进来的，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我不清楚，但是我们真的很担心这样的事情。最后呢，就是大家传闻的，美国将以补助的费用，然后成为入股，你们会觉得奇怪吗？这2天不是明白的告诉你，美国是公然的抢夺乌克兰的资源了，不是怎么这个时候他还拿钱补助来入股，对你已经很仁慈了，你知道吗？多2年，但是台湾的台积电变成美积电，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悲剧。好，其实外交部针对那个合作备忘录的这个部分他们是怎么讲的？他们说明说是因为我们两边这个国民情感友好深厚，人员互动频繁，所以呢，我们现在才会在出入境的管理合作上面，去年12月18签署了一个台日入出境管理事务资讯共享合作备忘录，但是这个没有跟那个什么台湾有事什么东西有关系啦，这个跟那个都没有关系。但是现在其实立委想问的是，那细节到底是什么啊？读卖新闻为什么会这样写？请教谢大使。你跟任何国家，你基于需要，你都可以签备忘录啊，这个没有问题啊，天经地义啊，对日本有需要，你也觉得对你没有什么损害，你就可以签啊。可是不能够偷偷摸摸的签，尤其对外的这种关系里面没有秘密外交，也没有签密约，所以为什么日本会报道？因为日本政府绝对不可能隐瞒日本的社会，日本的这个整个要跟任何国家签备忘录也好条约也好，基本上它都要透明，要对它的国会要报告，那条约要拿出来审核，那才行。你怎么可以私相授受？而且这个政府做的事情在2次大战的时候纳粹会做，现在越来越像一个纳粹的政府。你这跟外面签都是签密约不公开，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为什么会公开？日本不会公开，日本绝对公开。人家就是想到说这没有什么好遮掩的嘛，这有什么？这个条约内容有什么不对？我认为没什么不对啊，对不对？日本有这个顾虑，你也觉得是这样，你就跟他签嘛。那问题你不能瞒着国人你以为你是什么台湾是你们这一群人，你今天你拿到行政权，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一手遮天，台湾人跟你就没有关系了。你们是什么？你们是台湾的统治者吗？你是外来统治者吗？你是殖民政府吗？你不把台湾人当人吗？台湾的存在不存在吗？这个政府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了。你跟任何人签约，现在的国际上的通用规则你都可以签可是你要得到人民的，你要让你自己人民知道，你要在透明在太阳光下办这件事情，而且任何的约回过头来都要跟立法院寻求立法院的同意你要不走这条路的话，你就是什么？你的认知上你就认为你是独裁政府，你可以为所欲为，你完全不受法律规范。你去看一看我们的条约生效法怎么写的，还是你们当时一起加以审核通过的法律，你完全没有法律的制裁了嘛，无法无天了嘛。这个简直是，我觉得这要发生在日本的话，发生在美国的话，这个政府要下台的，那外交部长要下台负责的，行政院长都应该要对人民道歉。你哪有这个权利跟外国进行秘密交往吗？那你把台湾卖掉怎么办呢？所以荒谬至极这些人还人模人样，好意思坐在那边，显示他们的心态的傲慢跟知识上的无知。这些人都不适合做现在的行政官员，因为他们连这个最基本的行事的一种基本的准则都不懂你以为你干这件事，人家天下都不知道人家日本人就知道。你现在讲日本
你拿日本的例子，我告诉你，全世界现在有30几个国家都有核能机组，日本排名第8，它有12个核能机组正在运作，还有过去关的，它慢慢正在恢复。你拿日本做文章，这简直是把台湾人当什么？当无知的欺骗嘛，对不对？是你的最大的这个经济竞争者，韩国有多少座机组在运作？你知不知道？韩国有26座，对不对？人家反核，人家不反核，对不对？然后呢，你要看看中国大陆有多少机组，55座，美国是全世界最多的。你拿美国的例子出来讲嘛，美国有93个这个核能机组正在运作当中，你天天跟美国哇坚若磐石，美国不禁核，你去问一下美国为什么不废核？是，来对不对？我补充一下计划，就是说为什么应该要送立法院公开的东西不敢公开？这里面一定有鬼。好，来，但是大家这个就很质疑嘛，因为呢，即便说啦，你可能是比较就是民生一般的，但你有签了之后，你通常都会送到立法院这边，然后以示尊重。大家直接告诉你不公开，所以大家就会怀疑里面是什么，因为人家读卖新闻里面有一些细节嘛。来请教一下小舰长怎么看？现在论文都不公开了，那当然什么都不公开，反正只要是他不想公开的，他就说这个是机密。好，那我们讲到有关于莱尔校长的部分其实它里面有非常多的金句，而且呢，他对于这些现在政府高官的这个模仿惟妙惟肖，所以大家一看就知道那其实我们讲到这个礼拜六，那有关于核3的公投，那大家一定要把握手中神圣的一票，不然那个后面的小女生就要唱歌啦。那至于说馆长说他的那个他没有办法在那个哔哩哔哩或者是抖音上面盈利或者是直播，那这个问题其实 YouTube 也差不多有这个样子，只是因为馆长现在已经是大咖了所以他可能忘记他刚开始进入 YouTube 的时候，你要到达一定的人数，他才会让你可以直播，到达一定的人数，他才会让你人家可以抖内。其实那个中国大陆的制度应该也是差不多的，那只是他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对于这些规定别人可能没有跟他解释的太清楚。至于说有关于台积电的问题那我们的经济部长也就是你去看蔡英文的时候，你就插个手。我想请教一下，你现在来看这一些传统产业，你是不是也插个手？我们这样讲台积电它一共在台湾的员工就8万人而已。那当然，这个8万人它是一个只有台积电，可是台积电本身它是一个群聚的一个产业也就是它的上中下游非常多，那也是为台湾赚取外汇最多的一家公司。但是我们传统产业养活了最多的老百姓，那我们一直在讲台积电，我们有帮我们的传统产业想一想吗？如果现在不想，明年以及2028年，民进党都不要想。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回来只要来看到更多的国际话题。